这是释迦摩尼与公主的成婚之日，婚礼之上，众人为这对新人撒花祝福，新娘为悉达多戴上花环，却不知花环之上藏有毒蝎。究竟是谁要加害悉达多呢？他们的婚礼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呢？在悉达多的智谋下，让迦毗罗卫赢得了胜利，国王和众将士凯旋而归，整个王国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国王既欣慰又激动，他亲自将太阳项链为悉达多戴上，他代表了释家族的家族徽记，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国王毫不吝啬地夸赞着悉达多，表示释家族以悉达多为荣，而悉达多却指向了另一位有功之臣，那便是提婆达多。不错，若非提婆达多射中目标，他们也不会这么轻易取得胜利。国王同样要准备嘉奖提婆达多，可却被他拒绝。倘若他接受了，就意味着他再次屈居人下，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最后愤然离开。夜晚的迦毗罗卫，百姓们都在高歌起舞，庆祝着战争的胜利。提婆达多和将军骑马穿行而过，嫉妒使他内心扭曲，他言语开始讥讽悉达多，故意挑拨将军和悉达多的关系。他对将军说：“你看啊，大家只歌颂悉达多，我们浴血奋战，悉达多直到最后才出现，把功劳全都抢走，这让将军您和您的军队置于何地呀？”听见这话，将军愣了一下。将军对悉达多也颇为不满，悉达多未征求过众将士的意见，便私自释放敌人，这让奋勇杀敌的自己情何以堪？在提婆达多的鼓励下，将军越想越来气，他决意要悉达多在大殿之上给释家族人一个交代。第二天如期召开会议，但悉达多并未参加。净饭王准备嘉奖立下功勋之人，但令国王没想到的是，愤慨的释迦诸王一个接一个的站起身来，他们大声质问国王和悉达多释放敌军的决策，认为国王无视释迦诸王和律法，越来越随心所欲。这一决定无异于是在藐视他们。诸王摘下王冠，表示要脱离会议。他们认为释迦王朝不再是共和制了。净饭王向大家解释，自己并未做危害族人的行为，对释家族更无二心。可这说法并不能说服众人。最后没办法，净饭王只好恳求诸王给自己一些时间，因为他不想因为此事干扰到儿子的婚礼。净饭王双手合十，希望大家可以先参加悉达多的婚礼，以长辈的身份为悉达多赐福。待婚礼过后，他和悉达多一定会给诸王一个交代。其中一个人问道：“倘若到时候他的答复不能令众人满意，又该如何？”胡饭王故意冲到众人面前说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想要什么答复？难不成要改选释家族的领袖吗？”此话一出，立刻点燃了诸王的怒火。他们顺着胡饭王的话说：“若有必要，改选又何妨？朝堂之上争论不休。”这是净饭王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他大声应允道：“共和国之中不容有质疑，我愿意接受重新选举。”净饭王的这番话总算暂时平息了众人的怒火，也让净饭王在这紧张的气氛里得以喘息。悉达多此时站在街头，神情哀愁地望着一位因战乱而受伤的男人，那是一个年幼孩子的父亲，但悉达多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逝去。孩子不解地问悉达多，自己的父亲究竟是怎么了？这句话让悉达多彻底爆发，他伤心地对耶输陀罗说道：“从来都是我向你们提问，可如今这男孩却向我提问了，你们告诉我，我要如何回答？”街头巷尾都充斥着遭遇不幸的人们。一位年迈的婆婆正在哭泣，因为她的儿子在战争中失去了手臂，身体的残缺已经让人伤痛了，但今后该如何维持生计才是他们痛苦的根源。悉达多为婆婆擦拭眼泪，并向她许诺，以后自己就是她的儿子，他会让老婆婆老有所依。战争带来的悲剧不只出现在街头巷尾，即便是山林之间，也被象征着死亡的烟雾所笼罩。悉达多见山林中大雾弥漫，向车尼询问缘由。车尼回答道：“这烟雾是来自阵亡将士火葬的柴堆。”悉达多悲痛难忍，他流着眼泪说道：“今日不单单只有这些尸体，活着的人也都置身于火海，还需要多久生灵才不会受到战争的荼毒？我该去问何人？”然而无人能回答他的问题。悉达多久久无法平静，眼前的一切只有弥漫的黑烟，再无他物。战争后的狼藉虽令人痛苦，但悉达多的婚礼还是能冲走一部分悲伤的，为大家带来一些欢愉。婚礼前夕，悉达多和耶输陀罗分别在各自的房间里准备着。悉达多全身都被涂满了姜黄粉，这也使得悉达多看上去更加的耀眼。这是印度的传统习俗，婚礼前用姜黄粉制成的凝浆涂抹在新人的手脚和脸上，这象征着好运。同时他们也认为这样做可以使肤色更加明亮。另一边的耶输陀罗则是用曼海蒂在手上绘制精美的图案。曼海蒂是由凤仙花的叶
叶子磨成的糊状颜料，在手臂及脚上绘涂。在印度更是有没有曼海蒂婚礼不算齐的这一说法。传统上，印度人会在盛大的节日或在准新娘出嫁前夕绘上临时的纹身来进行庆祝，把它当作节日的装饰和祝福，也是新娘婚前的重要仪式。图案越复杂，则代表丈夫的爱意越深。悉达多涂抹完姜黄粉后，甘露王后和波提王后按照习俗和几名女子将悉达多团团围住，嘴里还唱着欢快的歌谣。悉达多需要将生活想象成一个圆圈，需要将其打破，挣脱圆圈，悉达多就赢了，那就代表公主今后要听他的，日后他便是一家之主了。若是在歌谣结束以前，悉达多没能挣脱成功，那便由公主做一家之主。见悉达多急于求成，门外的车逆给他提了个醒，悉达多就故意吓唬众人，说地上有蛇。女子们大笑着四散逃开，悉达多趁机逃离圆圈。甘露王后只夸他机智聪明。在这欢快的氛围之外，提婆达多又开始了他的诡计。他令侍女卡莫卡假借悉达多的名义，将耶输陀罗骗到湖边，在暗中派人绑架耶输陀罗。提婆达多来到小木屋，当他以为自己即将得到耶输陀罗时，却发现对方竟是当初被他折磨过的那个舞娘。原来舞娘无意间听到了提婆达多和下人的对话，悉达多曾有恩于他，为了报答王储的恩情，他出面劝阻公主留在王宫，自己则代替公主去往湖边。舞娘嘲笑提婆达多的卑鄙，并表示他永远都无法得到公主。提婆达多听到后怒火中烧，直接一剑杀死了舞娘，随后放了一把火烧毁了整个木屋。可怜的舞娘就这样被大火吞噬，从此再没人知道她的下落。波提王后正在检查婚礼所需的东西，她必须要保证万无一失。国王赶来见她，他说婚礼还有一个遗憾，我邀请了各位诸王参加婚礼，却还是遗漏了一位。波提王后不解地问他遗漏了谁，国王明确地指出那人便是波提王后的幼子南陀。原来当年波提王后小产后又产下了一位王子，但她为了不负姐姐所托，专心照料悉达多，只好将自己的亲生孩子交于他人抚养。如今悉达多即将成婚，她也该将难陀接回身边照顾了。波提王后多年未见自己的孩子，她甚至都记不清孩子的模样了，而国王已经将难陀带了过来。波提王后看见自己的孩子，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她紧紧地抱住难陀，看着他们母子终于团聚。净饭王深感欣慰，悉达多和耶输陀罗的婚礼将至，可提婆达多却不见人影，而祥光拒绝梳洗打扮，不愿出席婚礼，还恶毒地命令侍女要将毒蝎放在新人花环里，以此诅咒给他们带来厄运。波提王后和净饭王得知消息，他们一同前来看望祥光，两人恳请祥光能参加婚礼，并为悉达多送上祝福。但祥光怒火中烧，早已崩溃，他明确地表示不愿在众人面前丢脸。他带着幽怨的语气责怪王后，本该是他的儿子提婆达多来迎娶耶输陀罗的，可他最后却嫁给了悉达多。他怨恨国王未能公平地对待提婆达多，不甘心自己的儿子处处都不如悉达多。见他情绪失控，净饭王只能不断地安慰他，表示时至今日，提婆达多和悉达多在他的眼中毫无区别。我已决定在悉达多接受完加冕仪式后，便将北方邦封给提婆达多，世家国土由2位王子一同治理，这样可保世家统治稳如磐石。国王的承诺让祥光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极力忍住内心的喜悦，直到悉达多亲自前来请他，祥光立刻装出一副抱歉的表情，表示自己只是因为提婆达多彻夜未归而感到担忧，并非不愿为悉达多赐福。婚礼按时举行，波斯匿王也在受邀之列，这令施家诸王不能接受。在王储的婚礼上，居然看到了敌国的国王，他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为确保婚礼能够顺利进行，净饭王只好出面劝说。他对诸王解释道，邀请他前来并非出于尊重，而是在故意折辱波斯匿王。可不巧的是，这番话刚好被波斯匿王的部下听见。婚礼之上，众人为这对新人撒花祝福，而侍女在祥光的授意下将毒蝎放入花环里。不知情的耶输陀罗为悉达多戴上花环，眼看蝎子就要蛰人了，一旁的波斯匿王发现及时，迅速将毒蝎摘除。众人想要将毒蝎杀死，可悉达多却出手阻止。他表示蝎子只是个生灵，不是敌人，他们之所以会蛰人，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已，这本就是他们的天性，并无恶意。随后让车逆将其放归大自然。悉达多的慈悲让波斯匿王十分感慨，他从未见过像他这样连蝎子都心生怜悯之人。婚礼继续进行，诸位国王一个个前来参加婚礼，因为此前加皮罗为战胜居萨罗的威名早已传开，谁不想与英勇的王交朋友呢？当他们看到波斯
尼王时，不免言语上多有嘲讽之意，但波斯尼王都忍了下来。皮舍离王还特意带来了他们皮舍离的明珠安婆婆离。婆离为城邦之女，是被推选出的最美女子，但其本身只是个名妓。传闻她义舞动倾城，表演的价格也十分昂贵，且只为王室服务。没想到这位名妓的到来，在婚礼上又带来了一场风波。